讓我們把一件事說清楚，散步確實很好，但它幫不了你避免60歲後逐漸出現的身體機能衰退。你可能一輩子都被告知，每天散步是保持健康的秘訣，保持活动能力和獨立生活。當然，它還能促進心臟健康，讓你的双腿保持靈活。但大多數人不會告訴你的是這個殘酷的真相：散步並不能鍛鍊你真正需要的力量。比如，不用借助手臂就能從矮椅子上站起來，提着雜貨上楼梯不會气喘吁吁，或者在绊倒時及時穩住自己，避免摔倒。這頂多只是維持的方法，但當你的肌肉萎縮、骨骼變薄、平衡感年復一年悄然流失時，僅靠維持遠遠不夠。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你沒有動，而在於你沒有在抗阻力下運動，這正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走路可以讓你保持活躍，但它並不會促使你的身體適應並變得更強壯，或者奮力抵抗自然衰退。你需要一些更有針对性、更有目的的東西，真正重建被時間夺去的能力。這正是這5個練習所要實現的目標：增強功能性力量，顯著提高骨密度，穩定關節，使你重拾自信，勇敢無畏地自如生活。重新掌控坐下和站起來這一簡單動作，確實蘊藏着一種強大的力量。恢復坐立的力量不依賴任何支撐，這就是高腳杯深蹲的效果。它重建了一切的基礎，以一種貼近真實生活的方式，強化大腿前側肌群、臀部、髖關節和核心肌群。走路可能幫助你保持活動，但它不能為你的腿部提供在自信地從低椅子上站起或穩健下車時身體真正需要的阻力。将单个哑铃或壶铃貼近胸部，會增加對核心的挑戰，迫使你的軀幹保持直立，每次重複動作時都能激活核心肌群。這不僅僅是關於體型，更是關於增強骨密度、穩定關節，並訓練你的身體在負重時正確運動。想象自己正緩緩下蹲，仿佛坐在一把看不見的椅子上。當臀部位置下沉至膝蓋以下時暫停，然後用腳跟發力，重新站直。方法就是這樣：拿起一個啞鈴，開始時選擇適合自己的重量，比如10或15磅。將槓鈴垂直貼在胸前，雙手托住槓鈴的上端，掌心向上，就像捧着一個酒杯一樣，肘部緊貼肋骨。雙腳與肩同寬站立，腳趾略微向外分開。然後深吸一口氣，緩緩下蹲，仿佛你要坐在一把略低的椅子上。保持胸部挺拔，體重集中在腳跟上，且當大腿下降至與地面平行或以下時，並通過腳跟用力推起，控制地站起來。進行3組，每組8到12次，每組間休息約90秒，讓腿部得到恢復，同時保持足夠的強度，以激發有效的適應反應。現在讓我們繼續第2個練習，它能讓你悄悄發現，當我們不注意的時候，上半身的力量究竟流失了多少。大多數人直到嘗試從地板上撐起自己時，才發現自己失去了多少推力。許多人在嘗試站起時才意識到失去了推力，通常會靠牆保持平衡。這就是靠牆推舉的用處。這是一種看似簡單的動作，可以在不帶來傳統俯臥撐的恐懼感或關節壓力的情況下，重建胸部、肩部和三頭肌。它模仿你每天實際使用的推門動作，比如你打開沉重的門，跌倒後迅速穩住自己，有控制地從地面起身。這項練習的美妙之處在於它的靈活性。這是利用自身體重作為阻力，但角度決定了動作的難度。面向牆站立，雙手平放於牆面，位置與肩同高，且略寬於肩膀。然後往後退一步，直到你的身體呈現一個輕微的傾斜。接着彎曲手肘，將胸部靠近牆壁，收緊核心，身體從頭到腳跟保持一條直線。然後推回到起始位置。具體情況如下：如果你剛開始練習，離牆站近一些，這樣會更容易一些。如果靠牆鍛鍊感覺太輕鬆，且你覺得可以增加難度了，可以將一把穩固的椅子靠在牆上，然後雙手握住椅子扶手進行俯臥撐，它會讓你的身體下降更低，並顯著增加阻力。建議進行3組訓練，每組10至15次，組間休息大約60秒，稍微甩甩手臂，喘口氣就夠了。這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重建步行永遠無法帶給你的功能性推力，那種讓你保持穩定的力量，強壯自信地準備好應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第3個練習針對的是步行幾乎無法鍛鍊到的身體背部肌群，涵蓋從腿後腱、臀肌一直到下背部。這些肌肉在姿勢、平衡和預防受傷中至關重要。然而，當我們僅僅是向前走時，這些肌肉往往是最先變弱的。羅馬尼亞英拉教會你的身體如何正確地進行臀部鉸鏈動作。這是一種每次彎腰撿東西、繫鞋帶或從地上提包時都會用到的動作模式，能幫助你避免背部扭傷或拉傷。這不僅僅是舉起非常重的重量，更關乎精準與控制，以一種強化後鏈力量、補足走路沒鍛鍊到的部分的方式進行負荷。當你掌握臀部鉸鏈動作時，就如同為你的下背部構建堅固的防護，減輕膝蓋的壓力，用臀肌和腿後肌群產生的力量取代負擔。這就是彎腰駝背、盲目期望和利用身體設計用以發揮機械優勢的動作之間的區別。下面告訴你如何執行。拿起一對輕型啞鈴，開始時每個大約10到20磅重，讓它們垂掛在大腿前方，手掌朝向身體，雙腳與臀部同寬，膝蓋微微彎曲。將臀部向後推，就像用臀部關上車門一樣，同時保持背部平直，胸部挺起。啞鈴沿着腿的前側滑下，下降至你感覺大腿後側靠近小腿上部有深度拉伸感的位置。向前推动臀部，緊繃臀大肌，回到站立姿勢。目標是進行3組，每組重複10到12次，每組之間休息約90秒。你會開始打造那種坚韌的力量，保護你的身體，讓你在每一個動作中都充滿自信。進入第4個練習，我們將重點轉向那些實際上支撐你直立的肌肉，並防止肩膀含胸向前。啞鈴划船主要是為了鍛鍊強健的上背部肌肉，包括菱形肌、背阔肌和肩後肌，這有助於矯正多年來的驼背姿勢。開車和坐着、散步無法糾正駝背或增強拉力肌肉力量，但划船卻能做到。它通過訓練你所需的準確動作來實現這一點。在舉起、照顧或穩定身體對抗阻力時，想想你一天中多久伸手拉動或提東西一次。推開一扇沉重的門，從旋轉式行李傳送帶上拉出行李箱，拖着一袋土穿過院子。這些動作需要拉力支撐，否則你的肩膀會向前移位，脊柱出現彎曲，你的整個上半身失去了支撐力。啞鈴划船由內而外的重塑力量，重新訓練你的身體，使拉動動作更加精準有力，並讓你的肩胛骨正常運作。以下是鍛鍊計劃：抓住一個啞鈴，重量約為10到15磅，站在一把堅固的椅子或桌子旁邊。拿起10到15磅的啞鈴，站在椅子或桌子旁，左手扶着支撐，左腳在前，右腳在後，採取錯步站姿。從臀部前傾，使軀幹幾乎與地面平行，讓啞鈴自然懸掛在右手，手臂完全伸直。然後向後拉動肘部，夾緊肩胛骨，將它沿着直線拉向你的肋骨。控制的放下。每只手臂完成3組動作，每組10到12次，每組之間休息約60至90秒。觀察你的姿勢會迅速改善，上半身開始恢復穩定感。我們來到了第5個，也是最後一個動作。這個動作是很多人常常忽視的。小腿肌肉。這些肌肉看起來雖小且似乎無關緊要，但對於行走的推動力、平衡和踝關節的穩定至關重要。這些肌肉對行走推進非常重要，尤其是在60歲之後，你每邁出的一步都是靠小腿肌肉用力量和控制把身體從地面推離。然而，僅僅走路並不足以鍛鍊小腿肌肉，維持它們的力量。沒有刻意訓練，小腿肌肉逐漸變弱，人的步態變得不穩且踌躇，絆倒或跌倒的風險也隨之增加。負重體重通過充分鍛鍊小腿肌肉的整個運動範圍來加強小腿力量。動作從最低點的深度拉伸到最高點的最大收縮，這不僅僅是為了讓你的小腿更好看，這關乎恢復你身體的協調性、力量與自信，確保你能平穩、安全的行動。你可以這樣想，強壯的小腿是每一步的基礎，是推動你前進並保持身體直立的發動機。當地面不完全平坦，或當你需要快速反應以避免失足時，正確的做法是这樣：站在結實的階梯邊緣或一本厚書上，將雙腳前掌着地，腳跟懸空於邊緣外，一手持啞鈴，開始時重量為10至15磅，另一隻手扶着牆壁或欄杆以保持平衡。
緩緩將你的腳跟下壓至自己感覺舒適的最大範圍，感受小腿肌肉的深度拉伸。然後用腳掌用力，盡可能點擊腳尖，在最高點用力收緊小腿肌肉。做3組，每組重複12到15次，組間休息大約60秒。你會有效重建推蹬力量和踝部穩定性，這是單靠走路無法提供的。每周5天做5個練習，專門針對步行未能鍛鍊到的部位。不需要健身房，只需啞鈴和決心，不再接受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現在有什麼動作是你覺得做起來困難，而10年前卻很容易做到的？那不是年齡的問題，未經訓練的肌肉在任何年齡對挑戰的反應能力。別讓這變成你又一個沒做到就忘了的事情，去運用它，去檢驗，證明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強大。如果你真心想重新掌控局面，快點訂閱並開啟通知，因為這只是個開始，接下來還有很多精彩內容你不想錯過。